2006年7月27日清晨，西海市一家废弃厂房中发生了一起绑架案。采石场工人王茂地因情感失落，用利器胁迫女友黄小英登上楼顶，企图与她同归于尽。 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再过来一会儿我就把你杀了！ 小将，针对。 这个人叫王茂地，在采石场工作，家中只有一个母亲，有轻微的静脉病史。千万别冲动，你要冷静。你是谁？我是这儿老大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跟我讲。相信我，我绝不会伤害你。你看，我没有带武器。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好，我不过去。 想死还不容易啊！父母养你不容易啊！你不替别人想，能不替你父母想想吗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想着今天就死！千万别冲动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把他放了，他的工作我来做。别动！别动！ 尽量对案犯进行劝服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们开始执行诱导方案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小兄弟。 我知道，你是在采石场工作，是吧？通知消防把登高车开过来，同时通知狙击手组和总队。是。你有什么条件，你跟我讲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你说真的？我保证，一定让他和你和好。你们先下来，你让我跟他好好谈谈，好不好？哎，先下来。 你别动！你骗我！你为什么骗我？你看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兄弟啊，我看你啊，也不是真爱他。你要是真爱他，能把他折腾成这样，流那么多血，你也就忍心啊。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他背叛了我。
俗话说嘛，你有情我有意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，还有好的、更漂亮的等着你呢。我不要，别人我都不要，我就要她。你放松点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白涛，执行第二套方案，想办法让接触者把自己暴露出来。兄弟，别过来！你不能再冲动了。你把他折腾成这样，他还怎么跟你好啊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他背叛了我。我看你也累了，要不也抽2口，歇会儿。各自注意，停止行动。你还带着炸药呢，看来你是真想死。行，我也不劝你。放开我！他就交给你们了，我身上炸药给他拆了。行，小心点。好。队长，歹徒身上有炸药，请派专家来处理。这里陈列着西海市公安局近10年来所办理案件的卷宗。这些卷宗记录着重案队队员在这10年来所办理的各类案件。这个过程中，重案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疑难案件，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像上面所再现的劫持案这样正反分明。更多的案件可能因为自然环境、突发事件、巧合等各种因素，变得扑朔迷离、真假难辨。1998年，上村路居民小区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，一名男子在家中被用钝器击中右后脑，死于床上。据技术部门鉴定，案发已经7天。重案队接到报案后，马上赶赴现场。你好，上司，何时报案的40分钟。死者是男的，是女的？是男的，在楼上。这儿，来，马上给技术队打一个电话，让他们派人来。已经打过了。好，大家注意保护现场。好。每个房间都看一看。
保险柜是被撬的吗？对，是被撬开。指纹提取了没有？发现了几枚指纹，但是模糊不清，残缺不全。子良，我们下楼去。老杨，哎，致命伤在什么地方？在后脑部，凶器呢？主要是铁锤类的钝器。死亡时间？死亡时间大概在1个星期左右，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。大宝，我们先下楼。好。小莲，哎，窗户上有没有攀爬的痕迹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。仔细点。嗯。老方，你认为疑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大？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来看，由于门和门窗的锁都是完好的，分析可能应该是案犯是从大门开锁进来，可能性比较大。从大门。朱哥，说说情况吧。我先说一下现场勘查已经初步掌握的情况。报案人是邻居李伯母，死者是海滨阀门总厂老板，叫周清伟。常住户口在达所巷，属西城派出所辖区。张所长，你们所里掌握多少这套房子的情况？具体情况让我们所的户籍警小周介绍一下吧。这个房子的房主叫李建平，和这个周清伟已经住了1年多。根据你们掌握的情况，这套出租屋平时的情况怎么样？平时没什么，偶尔半夜3更有打开赌博的声音。还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。那好，咱们先分工吧。小海，你去海滨阀门总厂，了解一下死者失踪前的情况。好，朱哥，你带小峰和大鹏这2个组去西门派出所，和死者家里了解一下死者的家庭及社会情况。好，其他的人负责现场周围调查访问。刘霞，你跟我走，去找报案人了解发案情况。好的。大家分头工作，晚上办公室碰头。好的。陈队，我带你们去找报案人。好啊。法医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。保险柜被撬，钱款不翼而飞，富商周庆伟在家中被害，难道这仅仅是一起简单的谋财害命案件？可案犯却又是怎么得到钥匙进门的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谋财害命。陈队，他就是报案人李伯母，他们是刑警队的。您好，伯母，是您报的案吧？我们是来跟您了解点情况。您知道出事这家人是什么时候搬来的？大概1年前吧。知道户主的名字吗？不知道，好像这个人很有钱，是个老板。他们家平常都是什么人在这住？平常就是老板一个人回来住，有时候还带女人来。没有别的什么人来过吗？很少，
但是他们依然的人很多，男男女女的打牌呀，声音很大，吵得我们邻居都睡不好觉。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屋里的人死了？3、4天前，我经过他家门口，我闻到了一个臭味。等我下午回来啊，这个臭味越来越重，我就敲了他一下门，他的门锁着，我马上就向居委会反映，居委会还派了2个年轻人过来。就是这里，就这里。就是这里。喂，叶恩宁吗？你闻到臭味的前几天，没有发现这家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，挺安静的。也没有看到什么人来过？没有。那好，谢谢你啊。如果想到什么，随时和我们联系。这个是我们的联系电话。好，走了，张副。依照邻居李伯母提供的情况，我们怀疑周清伟的家庭关系异常，不能排除因为家庭矛盾导致亲人相残的可能。于是我们决定对周清伟家庭情况和周围与他关系密切的所有人，特别是与周清伟结仇的人，做详细的调查。你们看啊，这个周清伟死了都快1个星期了，他家里人怎么也不来找找呢？肯定他和家里人关系不好呗。哎，小陈，周清伟的常住户口一直在你们辖区，对他的情况你应该有所了解吧？其实我了解也不多，据说他跟他老婆分居了，这几年很少过来。哎，那他平时人缘是怎么样？据以前居委会反映，性格豪爽，乐于助人。我看是因为树大招风，被人屠杀害命了。有人在家吗？啊，你好，这几位中文队的，有些事想要跟你了解。进来。请坐吧。对，谢谢。这个周清伟啊，他最后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？大概1个月以前吧。他很忙吗？他一直都这么忙，1个月回来一趟，算是很不错的了。你们的关系是不是不和啊？分居都快5年了。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说说原因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合不来。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呢？父亲，还有个兄弟。你和他们有没有来往？其实也没什么来往。老人喜欢孙子，我就经常带儿子过去看望老人。上村路那边的房子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的事我才不管呢。啊，对了，好像他还有个弟弟，叫周永胜。这个人从小就不听话，经常跟社会上的赌徒混在一起。
这样，你看，你和他好歹是一场夫妻，而且孩子也这么大了，你就尽量帮我们回忆一些他的线索，协助我们破案，好吧？专案组成员金小海、朱云松来到周清伟生前工作的向阳轴承厂进行调查。同志您好，我们是公安局刑侦队的。有什么事？关于你们周厂长的事。这样，那走我们到那个孙厂长。孙厂长，有人找你。找到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公安局的，主要过来了解一下周厂长的情况。行，我们在办公室。好。这就是周厂长办公室。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周厂长是什么时候啊？20号中午还在厂里。他失踪以前没有什么反常情况吧？没发现。周老伯，周清伟生前经常回来吗？与此同时，我和重案队的王大鹏、周晓东在西门派出所副刑警陈阿东的陪同下，来到死者父亲家了解情况。那您知道上村路那边的房子吗？不知道。听说您老好像还有一个儿子，对吧？是的，叫周永胜，比他哥小5岁。那他知道他哥的事儿吗？这小子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，他一直关机。您知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？鬼才知道他在哪呢。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？一言难尽啊。他哥是一个很好的人，可这个小子不争气，在外面鬼混、赌博，赌输了，回来就向他哥要钱，他哥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。哎，这个小子到现在就在外面没回来。你别激动。朱云松等前往死者的弟弟周永胜家，对其妻子方连梅进行走访。有人吗？谁啊？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是周永胜家吗？我们是公安局的刑侦队的，想找您了解一点情况。周永胜他在家吗？他呀，只有听晓得。这个家对他来说，最多只是个旅馆，想回来就回来，想走就走。来坐。您能回忆一下，最后一次见周永胜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大晴天中午吧。哎，你这几天死哪去了？你拿衣服干嘛？我问你拿衣服干嘛？咋要当大老板了？去东莞开店，去县区看看店面。你呀，就等着当老板娘吧。老板娘，我怕没这个命。哎，回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问你呢，去哪？他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？他哥哥出事了，这你知道吗？这刚听说。那你知道周清伟
平时有没有什么仇人，或者跟谁结过怨什么的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这是你们警察的事情嘛。你可以问问周永生，可是远近闻名的败家子。看家里所有值点钱的东西都给他败光了，现在家里这些值点钱的东西全是我自己攒钱买的，跟他周永生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家务事我们就不管了，现在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。反正是我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，除非我死了。我们今天就是为了周清伟被杀一案来的，想在您这儿了解一点情况，希望您能配合我们，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。周清伟被杀，该不会是周永生那帮狐朋狗友干的吧？然后周永生是不是也被害死了？这几天我一直打他手机，一直关机。你刚才说的狐朋狗友都什么人？这我倒没见过，我只见他提起过叫什么红鼻子，还有壁虎。周清伟对他弟弟这么好，周永胜不可能对他下手吧？嗨，赌徒跟一般人可不一样。真要是输红了眼，他六亲不认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当晚，依据各路人马搜集的情况，重案队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，队长陈海涛主持会议。马阳，尸检方面的情况你谈一下吧。好，可以。从尸检情况来看，死者致命伤应该是在右后脑部，是体锤而且钝器猛击引起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。根据初步判断呢，死者应该是在熟睡当中被杀死。案发时死亡时间应该在1个星期左右。陈老杨，毒化检验做过没有？做过了，胃内容检出少量的安眠药类成分。从尸检角度看，这起凶杀案有什么特点呢？一是死者没有反抗，二是凶手下手的力气很大，一锤致命。我想应该是个年轻力壮的男性所为。不过更准确、更详细的结论，要等解剖和毒化检验结论出来以后才能决定。好，老黄，痕迹物证方面有什么情况？我想整个现场全部勘察完，起码得2、3天吧。能不能快一点？我尽可能快点。今天只能说点基本情况，具体的让子玲来介绍一下。所有的门窗没有发现被撬压过的痕迹，那个家用的保险箱是被现场发现的那根撬棍所撬开的。有没有采集到执掌纹之类的痕迹物证？采集到几枚，但是残缺不全，鉴定条件太差了。凶犯是几个人？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来分析，可能是2个或2个以上的案犯。你们几个也说说。死者叫周清伟，生前是海滨阀门总厂的厂长。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厂子里面是20号的上午，也就是白天，没有任何反常的情况。而且听他们厂子里面的人说，他走之前还向销售科要了一些资料，准备参加过2天的一个订货会。开始2天厂子里面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，但是到了第3天，他的顾客呀，然后朋友啊，就都在找他，一直没有下落。厂里还反映出什么可疑情况没有？因为现在时间比较仓促，所以才问到了几个人，但是其他方面的情况还在调查之中。死者家庭和社会关系方面有什么情况没有？这个周家只有2个儿子，死者是老大，老二周永胜呢是个混子，和一帮狐朋狗友啊，这社会上的人称兄道弟的，打打杀杀的事儿总少不了他。后来不知道怎么搞染上赌博了，经常和一帮赌徒在一块。赌徒？对。有没有前科？有几个曾经因为赌博被治安拘留过。通常他都和哪些人在一起赌博？根据周永生他老婆提供的线索呢，我们调查了2个人，一个叫朱才发，绰号红鼻子，还有一个叫黄文彪，绰号壁虎。行踪清楚吗？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。死者和他弟弟周永胜关系怎么样？这个死者虽说对他弟弟是恨铁不成钢，但是对他弟弟还是挺好的。周永胜啊，每次赌输了跟他哥要钱，他哥骂归骂，临了还甩给他700-800的。张所长，上村路房子的情况你来介绍一下。据居委会反映周清伟经常带一些女人在上村路过夜，
万一出差的话，他就把钥匙交给周永胜，周永胜呢就带着那帮赌徒通宵豪赌。另外，我们派出所也经常接到一些群众举报。这个周永胜持有钥匙，他又是个赌徒，他的嫌疑就不能排除啊。他的主要嫌疑在于周庆伟被杀之后，他就异乎寻常的失踪了。所以我认为现在最紧要的是尽快找到周永胜。我们已经向东港市公安局发出协查通报，请求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周永胜。死者家里除了弟弟还有些什么人？老婆。他老婆也不知道有这处房子吗？周庆伟肯定不会把这事儿告诉他老婆。要对死者的家庭、死者个人习惯和社会交往做全面的调查了解。咱们下一步的工作呢，现场这头继续勘查，把物证固定好，尽快拿出结论来。查找周永胜要抓紧，并且追查红鼻子等赌徒的去向。这块工作由大鹏负责，小峰组配合。对死者家庭、常理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，要进一步进行全面的调查落实。朱哥，这块就由你负责。行。刘霞，你负责资料汇总、信息沟通，随时增援配合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好，早点回家歇着吧。老杨，辛苦了。有什么情况咱们及时沟通。好，再见了。周永胜生性顽劣，又经常参与赌博，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伙酒肉朋友，整日的花天酒地。从调查情况看，周永胜无疑是周庆伟最亲近的人，很可能持有周庆伟家的钥匙。而从他的妻子口中，我们得知，周庆伟遇害后，周永胜急匆匆地跑回家，说要去做生意。一向不思进取的周永胜，怎么会突然张罗起做生意的事情来呢？那他又是从哪里得到的钱？这一切不会是巧合吧？周永胜很可能与周庆伟的死有一定的关系。第二天一早，专案队员来到了移动营业厅，调查周永胜的近期通话记录。请喝水。好，谢谢。小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想问一下你和周经纬感情方面的事情，好吗？这个怎么说呢？刚结婚不久还挺不错的，就是第2年我怀了孕，他就变了。你擦一下。你先别激动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他常常借口工作忙，几天几夜不回家，就算回到家里，也是对我冷冰冰的。家里要是有什么事，他只是扔下一堆钱，让我自己解决去吧。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别人说得好，丈夫要是有外遇的话，做妻子的总是最后一个知道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是刚生完孩子不久，听到这消息，我简直就不想活了。只是因为孩子还太小。周清伟对孩子怎么样？他对孩子倒是没得说的。他每次出差回来，总是带孩子到公园里玩，买吃的，买穿的。他对其他人怎么样？他除了生活作风以外，其他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他孝顺父母，在单位里他又是个领导，员工要是有什么困难，他总是乐于帮忙。假如遇到台风啦、洪水啦、希望工程啦，他捐资捐款，总少不了他的一份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他对其他女人怎么样？
这个呢，丈夫这种事情，对妻子来说是很不光彩的。我想你们最好去向居委会了解一下，向街坊邻居了解一下，他们比我知道的更多呢。小朱啊，你能不能回忆一下周清伟生前都有什么仇人，或者有什么积怨很深的人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他人缘蛮好，假如有结怨的话，也不至于整他死地吧。再说这几年我们分开那么久，具体情况也不大清楚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，有什么情况，我们还会找你的啊。谢谢你，我们走吧。今天我们来呢，就想问你点事情。周清伟的事你知道了吧？刚听说过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？今天我们来呢，就是想向你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。来，我们坐下谈吧。哎，好，你也坐。好。蔡主任，我听说周清伟在你们社区的时候，为了女人闹了几次很大的事。是啊，有时闹得最大的就是那个女的叫陈娟。陈娟。哎，她那个老公是杀猪的，那个老公知道老婆搞上了以后啊，就拿着那个杀猪刀，非找她杀她不可。杀谁？杀周清伟。周清伟啊，周清伟知道了，就躲在外面躲了好长一段时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还是我们出面，叫那个周清伟拿出5万块钱，给那个陈娟的老公，把那个事情给平了。那陈娟现在住哪儿？怎么能找到她？啊，陈娟原来住西门那边，现在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与此同时，孙晓峰在给特勤人员布置任务，要求尽快找到周永胜、红鼻子和壁虎，并掌握他们在20号前后的行踪。陈队，这是周永胜的手机通话记录。我们逐一对其调查分析过。周永胜在20号前曾经与他的哥哥周庆伟联系过，是他哥主教，期间与红鼻子壁虎也多次联系。好，周永胜有主教也有被教。从24号起，该手机进入了漫游状态。最后到了东港市便不再使用了。据我们分析啊，周永胜很可能是换了手机号，或者是为了节省漫游费，在东港当地登记入网。你们今天再跟东港那边联系一下，让他们不要只限于公安内部协查。好，可以通过媒体刊登寻人启事，这样可能会快一点。行。喂，市局刑侦队。什么？周永胜？他在哪儿？好的，知道了。陈队，周永胜找到了。他在哪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大黄，周永胜来了。把我淋得彻彻底底，慢慢。